美國的華許風暴來了，今天要特別來關心的是聯準會現在親手要終結美股的牛市了。美股美債這個時候雙殺亮起了警報，殖利率狂飆，金融風暴是否全面引爆，也包括了金融泡沫。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尤其現在被說是不是已經接近了2008年金融海嘯最危險的一個轉折點了呢？我們知道過去其實呢，美國不管是它的美股或者是美債，靠着過去18年來聯準會的 QE 政策，不斷的去把這個泡泡給吹大。但是現在說了，這個印鈔時代恐怕已經很快就要結束了。原因的關鍵之一就是聯準會這位是他們的新主席，他叫做華許。華許他過去的政策其實都是相當的一貫的，他長期是公開美國一直不斷的印鈔票，祭出 QE 政策。他認為這個叫做制造泡沫的央行這件事情是不對的，所以接下來大家在預期的就是聯準會很快就會來進行縮表、減持債券、減持債務。那現在市場擔憂的事情是，因為呢，聯準會手上還有6.7兆的美債跟不動產的抵押的貸款證券，但是華許他的目標是什麼呢？要把這樣子的一個金額狠狠的從6.7兆的這個金額壓到3兆美元。現在市場就在看說，你把這個 QE 給砍掉，接下來恐怕造成的是美債的價格立刻暴跌，還有殖利率飆升，而且呢，美股一直不斷飆升的美股市值恐怕很快就會暴跌了。那麼現在眼前美國財政還有3大的警訊。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第一個，國債已經突破了39兆美元，再來就是它的赤字，今年9月達到1.95兆美元，明年恐怕就上看了2兆。美債殖利率衝上了5.2%。注意了，這個是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一個新高的數字了。現在在看的就是接下來的債務危機，每一年新增債務超過了經濟成長的速度，國債利息支出更是首度飆破了1兆美元。美國的政府不斷的借新債拿來還這些利息，造成了債務的一個陷阱跟它的一個螺旋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其實鮑爾日前才做了一個示警，說美股啊已經炒太高了，已經高過於它的估值了。那麼代表現在新的聯準會主席來了，這些印鈔票的超級牛市很快就要結束了嗎？因為已經太危險了嗎？華許的貨幣政策會不會導致接下來美股崩盤？委員怎麼看？对，因為我在科技金融研究所教課啊，我除了教人工智慧、區塊鏈之外，我也開金融危機的課程哦，所以我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科普。就如果我們把一個經濟體當作是一個臉盆，那麼美元哦，就是在這個臉盆裡頭的水哦。那麼如果這個水不夠多的時候呢，就要想辦法加一點水進去。可如果這個水太多會滿出來的時候，你就要把水抽出來哦。那用什麼東西加水跟抽水嘞？美國的聯準會操作的模式很簡單，就是美債。美債就好像是一個這個泡棉一樣哦，就是當這個水太多的時候，你就把這個泡棉丟下去哦，把這個水吸起來，然後呢擠到別的地方去哦。當水不夠的時候，你就用這個泡棉又從別的地方吸點水，把它擠回來哦。所以現在為什麼大家對於這個 Wash 所做的這個決定會這麼高度的擔憂的原因是什麼？叫做縮表。所謂的縮表就是縮小、縮減這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也就是剛才這個思敏在講的，我聯準會發的美債我是6.7兆，我現在要把它縮表，我要把它縮成3兆。那麼3兆代表什麼呢？3兆呢，他就是把手上的美債賣出去，他把美債丟出去。各位知道，當他把美債丟出去的時候，就是回到了我剛才講的泡棉吸水哦。所以美債從市場上吸回多少？吸回3.7兆的美金進來。所以整個市場上的美金開始大量的減少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對於這個泡沫有抑制的效果，可是對於現在這個股市過熱的情況之下，恐怕會遭受到很大的壓力跟打擊。這是大家現在最擔心的嘛。所以聯準會要操控美元，只有2種辦法，一種是升息。升息就是逼大家把錢拿回銀行去存，因為你存在銀行比你放在股市投資這個獲利更為穩定。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用債券哦，用美債當作工具來從這個市場上把美金抽回來哦。那麼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個警訊是美國銀行的首席投資策略師哦哈內特那個時候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警訊，他說我們要看什麼？要看30年這個30年期的美債的殖利率。當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超過5%，
在所謂的金融領域叫做生死線了，對我們來講就叫做馬奇諾防線了。只要一突破5%，1989年日本的這個經濟泡沫走到現在失落的30年，當時就是因為這個長期殖利率到了超過5%了。1999年網絡泡沫的時候也是一樣，超過5%。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大家看到的這個相關的資料上，2007年金融風暴的時候也超過了5%。所以一旦超過5%，那就對市場上等於敲了警鐘了，就告訴大家說危機馬上就要來了，泡沫可能就要破了。那你更不要講說你WASH做這件事情，它當然是在一個兩難的局面了。它不得不做的原因是因為美國現在的通膨的情況還是很嚴重啊。如果今天伊朗的危機沒有解除，他們預估美國大概在今年11月期中選舉前後哦，它的 CPI 指數會超過5%了。對。那麼，這對美國來說根本就是難以承受的痛苦了。那麼，按照過去的一些數據哦，你 CPI 只要超過4%，你的標普500就會跌至少4%，在未來的3個月。如果你 CPI 超過4%，在未來的6個月，標普就會跌7%嘍。所以，其實對WASH來說，它現在面臨的是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通膨的压力，會對市场造成衝擊；可是另外一方面，它要抑制通膨，它就必須要縮表。一縮表之後呢，對這種泡沫当然又有抑制的效果，也會再造成市場上的壓力哦。所以在這種選擇之下，當然現在顯然看起來，WASH是選擇不要再做 QE 了，不要再無限的印美鈔了，我要把市场上多餘的美元收回來。那麼用這樣的方式來抑制通膨，但是不可避免的，當他採取這樣的一個斷然的措施，很肯定的一定會對全球的這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美國的股市造成巨大的衝擊。接下來的衝擊可能有多大？還有整體對於美國的經濟來說，是往好的方向做發展嗎？那岳老師有怎麼看？不但對美國的股市有極大的衝擊，台灣的股市到了4萬點也會有極大的衝擊。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一點。這個說句良心話，這個WASH的這個觀念的話呢，跟我們哲學相關的。為什麼？他反對泡沫，反對無限 QE。他認為就是說借錢過日子就是不對的。因為現在美國有2派，一派是美國根本不怕欠債啊，就是美國欠到這100萬億都無所謂。因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基本上10年的債。美國發行的債的話呢，基本上是全世界所有这個共同這個資產中最好的資產，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強大，所以另外一派像WASH這種派的話，就覺得說靠借錢過日子的不是辦法，這個有一點道德感啊。就這個WASH本人有沒有道德感我不知道，但是他現在觀念上，我跟大家先強調一下，美國現在WASH要減低這6萬億裡面是什麼？美國現在的它的 FED 是印美鈔的地方，它大概擁有美債4萬億，就是說它發鈔票換這個錢就是水了。就你剛剛講的海綿的例子非常好，海綿丟下去，感覺上水啊，就還能夠運作很正常。但是它另外有一個 MBS， 就是說以房產啊，就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就是說以房產為主的債券，這個基本上是個垃圾債了啊。就是美國買房子的話呢，因為他們有喜歡包裝拿房子，因為房子的價格最多嘛，那房子動不動上百萬美金，一家的話呢就要把這個包裝還債的能力，那最後的還債能力的話呢，拿美金由誰來接收？就是由 FED 接收。美國目前為止的 FED 擁有的美債大概是4萬億多了，那個 MBS 是不到2萬億，那合起來6萬億。是你這邊講的數字不是6.7兆，講的是這個數字。但是這個 WASH 本身的話呢，要求把這個6.7兆要降低到3兆，你知道這個多可怕嗎？你知道，因為那個 MBA 裡面大部分都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他們大部分都是還不出來，而且大家都搞得非常混亂。前面有個第一點就是大家2008年金融海嘯裡面，就是大家根本搞不清楚你買的什麼東西。這個講的就是 MBE 了。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接受這個 WASH 的政策，會影響到全世界，包含你跟我的荷包。好，那幹哥呢？幹哥這麼嚴重啊？好，2008年金融海嘯，我就是受害者。你看，但是我是受害者之中受害最輕微的。因為我們後來看了很多好萊塢的影片，才知道說，美國這個金融體系，我們真的是佩服他。他把很壞的東西去包裝之後，他再分銷出來給一般不知情的消費者。他說，其實這樣可以賺更多。那我今天問你，華爾街為什麼沒有人控管？你知道為什麼嗎？沒有人控管他，因為連控管他的人都必須從裡面賺錢，也就是美國的財政部。所以我跟你講，當時我在知道的時候，你知道，就是說我們的銀行系統裡面，就我們有投資的一般的投資人嘛，然後主管就
告訴我們說，哎，這個雷曼兄弟要倒了。然後當時我真的是完全聽不懂，很天真。后來他說，你知不知道房利美跟房地美這2家銀行要倒了？我說哦，那我知道，为什麼？因為我的丈母娘是美國籍嘛，她也有房子是用房利美跟房地美的貸款。他說好，雷曼兄弟是房利美跟房地美加起來再乘以2等於雷曼兄弟，他要倒了。我一說那怎麼辦？他說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錢、所有的投資都抽回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說，今天華許他說不能，就我一定要減這個債票，我一定要減成3兆，你怎麼減？